今天我将揭示的内容可能会让你重新审视这个星球。你知道吗？地球的2个极点正在隐瞒一个足以震撼全球80亿人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就要浮出水面了。有些东西你的父母这辈子都没见过，但你这辈子必须要知道，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能活多久，你的孩子能活多久，整个人类的未来。严肃地说，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地图，你熟悉的城市，你住的地方，可能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就会彻底消失，不是毁灭，而是沉入海底。纽约、伦敦、上海、东京，这些我们以为永远存在的大城市，有些区域可能在20年内就消失不见。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我理解你的怀疑，但接下来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发现，都是科学家们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有人在零下93度的南极冻伤了4只，只为取一份冰芯样本。有人花了一辈子研究一个被冰封3000万年的神秘湖泊，他们看到了什么？答案可能会吓到你，所以给我5分钟，让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们有没有想过，地球的2极到底隐藏着什么？如果我告诉你们，在南极4000米深的冰层下面，有一个被冰封了至少1500万年，可能长达3000万年的湖泊，里面装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外星生命。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吧？但这是真的。更可怕的是，北极那些被冻了数万年的古老病毒，正在随着冰川融化而悄悄苏醒。还有，全世界70%的陨石都在南极被发现，其中有些来自火星，上面可能还保存着外星生命存在过的证据。而那些在卫星地图上被发现的金字塔形山峰，究竟是地质巧合，还是史前文明被冻结的残骸？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今天的视频里。现在，让我们打破最常见的误区开始。你们对北极和南极的认知可能全部都是错的。大多数人以为它们是一样的，都是白茫茫一片，都冷得要命，都住着企鹅或北极熊。但实际上，这2个地方完全是2个不同的星球。想象一下，如果地球是一个装满秘密的储物间，那北极就是一个装满冰块的水盆，而南极则是盖着厚厚棉被的石头。为什么这样比喻？因为北极其实不是陆地，它是海洋。北极绝大部分就是北冰洋，那些白色的冰盖根本不是土地，而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你如果施个魔法，瞬间把北极的冰融化了，看到的将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平面甚至不会上升，因为浮冰融化就像冰块融化进杯子里一样，不会溢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北极的科考站那么特殊吗？要么建在格陵兰岛这样的岛屿上，要么直接架在随波逐流的浮冰上。没错，俄罗斯曾经在漂浮的冰盖上建立过科考站，整个基地就像一艘看不见的船，在北冰洋上无声的漂泊，一漂就是好几年。但南极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南极是一块真真实实的、巨大的、孤独的大陆，它的面积有14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比整个中国还大出一半，几乎是美国面积的1倍半，甚至几乎与整个欧洲面积相当。而且这块大陆有着惊人的历史，2亿年前，南极根本不是现在这个鬼样子。那时候，南极与澳洲、非洲紧紧相连，是古老冈瓦纳大陆的核心。你们能想象吗？南极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温带雨林，温度温暖舒适，到处都是恐龙和史前生物。但现在呢，这块大陆的98%都被厚厚的冰雪覆盖了。可这个厚字绝不是夸张，南极冰层的平均厚度达到了 1.9 公里，最厚的地方甚至超过了 4.8 公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站在南极的岩石地表上，要摸到冰盖的最顶端，你得往上叠放将近6座迪拜哈利法塔。没错，是6座。如果还是想不到，那就这样想，你需要将3个美国大峡谷从底到顶垂直叠放起来，才能大致等于南极冰层的最后深度。这层冰盖有多重呢？重到什么程度？重到它硬生生地把地下的岩层向地幔深处压低了几百米。如果有一天这层冰突然消失，整个南极大陆会用数千年的时间慢慢反弹回来，就像被松开的弹簧一样。好，现在让我们聊聊温度。你们以为南北极都是一样冷？别傻了，它们之间的温度差简直就像冰箱冷藏室和外太空之间的距离。北极的年平均气温大约是零下18摄氏度，到了夏天，北极边缘甚至能达到10度以上，让人感到一丝凉爽。北极的科考队员在相对温暖的时候，可以在室外脱掉一些厚重的衣物，工作好几个小时，还有点舒服的感觉。但南极呢？年平均气温是零下50摄氏度，这已经是普通冰箱冷冻层温度的3倍多了。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人类在南极东方站测得的自然界最低温是零下93.2摄氏度。各位，在这个温度下，二氧化碳会直接凝结成固体，也就是干冰。你们想象一下，在零下93度的空气中呼吸会怎样？不戴防护面具的话，你的肺泡会在几秒钟内被冻结爆裂，你的血液可能会在血管里冻成冰，你的眼睛会在眨眼的瞬间冻伤。这不是什么电影夸张，这是真实的物理现象。那为什么南极比北极冷那么多呢？原因有2个，都超级关键。第一个原因就是海拔，南极大陆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一块大陆。我们都听过高处不胜寒这句话，海拔越高温度越低，海拔每上升100米，温度就下降约 0.6 度，而北极大多是海平面高度，所以仅仅是海拔这一项就让南极天生自带了强力的寒冷增益。但第2个原因才是真正的杀招。南极周围环绕着世界上最强劲、最寒冷的洋流——南极绕极流。这不是普通的洋流，这是一堵缓缓旋转的水墙。虽然它的速度看似不快，但其总流量是全世界所有河流总和的100多倍。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星际冷酷的防护罩，把所有暖流死死挡在外面。而北极却没那么孤单，它与大西洋太平洋连通，来自赤道的暖流可以慢悠悠地游进北极，就像一条温暖的河流给它送去温暖。但南极不一样，南极就像被关在一个巨大的水墙里，与世隔绝。科学家们用过一个比喻，如果地球的洋流是血管，那南极环流就是一条自我保护的肌肉，任何想要温暖南极的尝试都会被它无情地挡回去。正因为这种极端的隔绝，南北极的生物演化出了完全不同的剧本，这才是真正开始变得有意思的地方。北极虽然寒冷，但它连接着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植物可以生长，这里有苔藓、第一，甚至还有美丽的野花。有了植物，就有了食草动物，比如驯鹿和麝牛。有了食草动物，就来了北极的王者——北极熊。你们知道北极熊为什么能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中自如活动吗？很多人说因为它们毛发厚，但这只是表面。北极熊的皮肤其实是黑色的，你们看到的白色那是它的毛发，但这些毛发不是普通的白毛，而是透明的管状毛发。太阳光可以穿透这些透明的管子，最终被它黑色的皮肤吸收热量。北极熊就像大自然设计的太阳能采集器，每一根毛发都是一个微型的光学器件，这才是北极熊能在极地活动的真正秘密。但南极呢？南极是真正的死亡荒漠。在南极大陆的陆地上，你找不到任何有腿的哺乳动物，一只老鼠都没有。南极最强大的陆地原住民是什么呢？是一种长度不到1厘米，连翅膀都没有的小虫子——南极虻。没错，就这么一个小东西，是南极陆地生命的最高统治者。那企鹅呢？你们都以为企鹅是南极陆地的主人吧？错了，企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里，企鹅在冰面上只是短暂停留，就像候鸟一样，它们的真正家园在大洋里。但南极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生命，不在陆地，也不在浅海，而是在深海之中。在极低温且高氧的海水中，南极的生物出现了一种极其诡异的现象，我们叫它巨型化现象。这不是传说，这是科学家亲眼所见的。科学家在南极海底发现了巨型海蜘蛛，直径可以达到半米，像脸盆一样大，腿长展开可以超过70厘米。相比之下，北极的海蜘蛛直径只有几毫米，这是什么概念？就像北极蜘蛛和一个成年人的体型差异一样。还有巨型海灵虫，长度可达20厘米，宽度可达10厘米，看起来就像一条披着金色铠甲、会蠕动的史前生物。但最震撼的是一种被称为冥河水母的怪物，这种生物有4条丝带般的巨大口腕，可以长达10米。想象一下10米有多长，大约是从3楼垂到1楼的高度。这种水母就像深海中的幽灵绸缎一样漂浮在黑暗中。你们肯定想问，为什么南极深海会出现这些巨型怪物？这涉及到一个叫极地巨型化的生物学现象。在极低温下，生物的新陈代谢慢到了极致，一个南极海虫可能需要10年才能长到北极海虫1年的大小，但正因为代谢慢，它们也活得极久，可能活100年以上。加上南极深海天敌稀少，这些生物就像开了长生不老的卦，在深海中肆意生长，世代相传。这就像一个超级慢动作的生命竞争，谁活得最久，谁就赢了。现在让我们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政治。从政治归属上看，南北极也完全不同。北极的陆地被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冰岛、挪威、芬兰、瑞典等8个强国瓜分，那里充满了资源的博弈。随着气候变暖，
北极冰川融化，新的航道和矿产资源逐渐暴露出来。俄罗斯开发的北方海路可以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约1/3的距离，将航行时间减少10到15天。北极海床下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稀有金属，列强们像围绕一个金矿的淘金者一样，一边科学考察，一边争夺资源权益。但南极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大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魔幻？没错，这就是现实。这个奇迹源于1959年签署并于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南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只允许用于和平科研，禁止军事活动和资源掠夺，所有在南极的发现都必须共享给全人类。在人类历史上，这绝无仅有。想象一下，一块比中国还大的大陆，没有任何国家的旗帜，没有任何私人的采矿权，所有的发现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简直是乌托邦。但如果你想真正去南极看看呢？普通人去南极旅游，大多只能在边缘地带转转，沿海的冰架边缘，最多停留几小时，票价也相当不菲。根据行程和船只不同，价格通常从1万多美元到数万美元不等，更特殊的行程花费则会更高。如果你想深入腹地到达南极点呢，那不仅需要超过100万美元的天文数字资金，还需要极其强悍的心理素质，能忍受半年极夜的孤独，能承受零下50度的极端环境。而且在南极内陆，你的指南针会因为接近磁极而疯狂乱转，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卫星导航和对未知的敬畏。好，现在开始讲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部分，南极冰盖下的秘密。利用透冰雷达，科学家在南极冰层下发现了400多个湖泊，其中最大最神秘的叫东方湖。想象一下这个景象，它被深埋在4000米的冰层之下，这个深度相当于垂直叠放5座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它被冰层密闭的时间至少1500万年，可能高达3000万年。其水体面积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与整个北京市的面积相当，最深处可达近1000米。当俄罗斯科考队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2012年2月第一次钻透冰层，接触到湖水的时候，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屏住了呼吸。那一刻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极限的认知。那层冰盖下面的水是千万年前的水，那里的微生物是千万年前的生物。这些微生物在极端环境中存活了几千万年，零下3度的冷水，近400个大气压的超高压力，相当于在指甲盖上站3-4个成年人。完全的黑暗，没有一丝光线，几乎没有氧气的环境。在这种条件下，科学家仍然发现了未知微生物的 DNA 片段。有些物种可能是地球上从未被分类过的生命形式。这哪里是地球，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外星生命实验室。科学家们是这样推理的：如果我们能在地球上这种极端、高压、完全黑暗、无光无氧的环境中找到生命，那就意味着在木卫2或土卫2那些冰冻星球的海洋里，极有可能也存在着生命。木卫2的冰下海洋环境与东方湖极其相似，厚厚的冰盖覆盖液态水的海洋，高压环境，完全黑暗。如果木卫2有生命，那生命很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绿色植物和红色血液，而是更像南极东方湖里的那些古老微生物，能在黑暗、高压、极冷中生存的怪异生命形式。这就是为什么 NASA 和欧洲航天局都在计划向木卫2发送探测器，寻找外星生命的第一个线索很可能就来自南极的这个冰下湖泊的研究。说起南极的神秘，我还得给你们讲讲那些古老的地图。在一些16世纪的古地图中，比如土耳其地图制作者皮里雷斯绘制的地图，南极被描绘成没有冰雪的样子，甚至有河流和山脉。虽然主流科学界认为这只是古人的猜想和想象，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南极发现的大量热带植物化石和恐龙化石证明，这里确实曾是天堂。化石告诉我们，6500万年前，南极还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树。大约3400万年前，在始新世到渐新世转换期，地球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全球降温，南极大陆自此开启了漫长的冰封过程。但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直到大约1400万年前，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种几乎覆盖整个大陆的巨大冰盖才最终形成。这意味着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数千万年，南极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大陆。而那些在卫星地图上被发现的金字塔形山峰一直引发无数猜测。地质学家的解释是，这些是自然风化的角峰，由于南极的冰川从多个方向侵蚀山体，最终将山峰雕琢成了这种锐利的金字塔形状。但无数猎奇爱好者依然坚信，
在万年冰封之下埋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史前建筑。每一次新的卫星地图发布，都会掀起一波南极金字塔的讨论热潮。虽然目前没有确凿证据，但正是这种科学与想象的交界，让南极保持了永恒的神秘感。现在让我给你们讲一个真正疯狂的数据：全世界发现的陨石中，大约有 70% 是在南极被发现的。没错， 70%。这不是因为陨石真的偏爱南极，而是因为南极的冰川运动会像传送带一样，把坠落在各处的陨石集中运送到特定的山脚下。想象一下，冰川就像一条巨大的传送带，陨石坠落到南极冰面上，冰川以每年几厘米到几米的速度流动，数千年后，陨石被运送到冰川末端，在那里，陨石露出冰面。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知道去哪里收割陨石。更关键的是，在纯白的南极背景下，这些来自外太空的黑色石头显眼得像雪地里的煤球。一个科学家用了3周时间在南极漫步，竟然捡到了15块陨石，在其他地方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搜寻才能找到一块。通过这些陨石，我们甚至在南极找到了来自火星的碎片。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那块名为 ALH84001 的火星陨石了。它于1984年在南极被发现，并在1996年，科学家宣布在其中发现了疑似远古微生物的化石痕迹，一度引爆了全球。虽然这至今仍有巨大争议，但这让南极成了人类探索外星生命的跳板。每一块在南极找到的火星陨石都可能是火星历史的见证者，甚至可能保存着古代火星生命存在过的证据。好的，让我们聊一个温情一些的话题，极光。南北极也有温情和浪漫的一面，那就是极光。极光是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被地球磁场引向两极产生的视觉盛宴。当太阳爆发，向太空喷射出高能带电粒子时，这些粒子会沿着地球的磁力线奔向南北两极。在两极附近，这些粒子与大气中的氧原子和氮原子碰撞，产生了我们看到的绚丽光芒。最神奇的是，你在北极看到极光的同时，南极也一定在发生对称的闪耀。从太空看去，地球的两端就像是两盏巨大的同时亮起的霓虹灯。北极的极光通常呈现绿色和红色，南极的极光颜色与北极相同，形状也大致相似，就像一对孪生光舞。从科学角度，极光是地球磁场与太阳风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从感受角度，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漫天舞动的光幕更能让人感受到宇宙的伟大和地球的渺小。但各位，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可怕的事实，这瑰丽景象的背后，危机正在悄然降临。北极正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速度的4倍在融化，这被称为北极放大效应。原因很简单，白色冰面反射太阳光，黑色海水吸收太阳光，冰融化的越多，吸收热量的黑色海水就越多，更多热量被吸收，冰融化得更快，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是，北极夏季海冰范围正在以每10年约 13% 的惊人速度消失，而南极那座被称为末日冰川的斯维茨冰川正面临崩溃的边缘。这座冰川有着恐怖的数据，面积与大不列颠岛相当，厚度超过2000米，像一块巨大的塞子挡住了身后的冰盖。一旦塞子被拔掉，后面所有的东西都会倾泻而出。一旦这座冰川彻底坍塌，其自身融化就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65厘米。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西南极冰盖随之崩溃，海平面将上升超过3米。3米是什么概念？想象一下，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会被淹没，曼哈顿下城区大量地区变成水下城市，伦敦泰晤士河河口会向内陆推进，伦敦塔桥可能成为水中遗迹，上海黄浦江会倒灌，外滩陆家嘴大量区域被淹，东京银座六本木等繁华街区变成泻湖，孟加拉国大部分低洼地区被淹没，造成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基于冰川学家的严肃计算，而且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斯维茨冰川在某些关键区域，其接地线每年后退的速度已超过1公里，并且这个速度还在增加。南极和北极不仅是地球上最后的净土，也是地球最敏感的报警器。在南极的厚重冰层里，冻存着地球过去长达80万年的大气记录，每一层冰都代表1年的积累。科学家通过钻取冰芯，可以测量出数十万年前的二氧化碳浓度、平均气温、古代火山喷发的灰烬颗粒、古代太阳活动的痕迹。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了解到，人类工业时代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 50% 以上，这种上升速度在过去80万年的自然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南北极就像是地球气候系统的警示灯，
他们沉默地躺在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用疾病的消融，用物种的迁移，用风暴的加剧，告诉我们地球生病了。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听懂这个信号。虽然现状令人担忧，但也有希望的信号。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让可再生能源成为可能，碳捕捉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能主动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国际气候协议让全球齐心协力，公众意识的提升让更多人加入保护环境的行列。气候学家们说，未来10年是关键的10年，我们在这10年的选择将决定地球在本世纪末是升温 1.5 度还是3度。这听起来只是个数字差异，但实际上差别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最后，我想留给你们一个想象，如果你有幸能站在南极点上，你会发现那里一年只有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半年是永恒的白昼，半年是深邃的极夜。在那长达半年的黑夜里，当你仰望那繁星点点的夜空，你会感觉自己仿佛已经离开了地球，正站在某个遥远的异星荒原上。在那片寂静的冰原之上，故事从未停止，而我们人类的探索也才刚刚开始。所以，你相信在南极那层厚达4000米的冰盖之下，真的只存在微生物吗？或者你觉得，在那片被称为禁区的土地深处，还隐藏着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现象？你是否愿意为了看一眼那壮丽的极光，去挑战那零下50度的严寒？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讨论这片地球上最神秘的疆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对南北极有了全新的认识，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你的支持是我继续探索未知世界最大的动力。我是你们的探索伙伴，带你领略地球每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落。小哥睡前科普，我们下期再见。